非有消息，最近波音公司表态说，暂时不会在印度设立组装厂。有人评论说，这恐怕是波音近年来最正确的一次决策了。印度是全球民航业的新兴，印度民航业现在非常的发达，国内的机票经常只要约300元人民币，民航成为了百姓长途出行的首选。印度的各家航司现在都在大量订购飞机，电缆航空和印度航空等近几年的订单加起来达到了1800架左右。波音公司之前也评估说，印度和南亚市场未来20年内大约会增加2830架新飞机。在这种论调支持下，印度非常希望波音或空客在本地设立组装工厂，实现国产化。大约在2023年起，就有空客将要在印度设立干线客机生产线，以及从印度市场采购更多零部件的说法。前不久，莫迪政府也宣称，印度将很快会看到波音在当地制造飞机。但是这一设想受到了打击。2月中旬，波音公司负责印度和南亚地区的官员说，波音公司对在印度设立飞机组装厂的想法持保留态度。虽然订单确实很多，但目前仍然不能证明大规模投资是合理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还需要有更多的订单才能支持设立工厂。与空客公司不同，波音公司一直对在海外设立工厂采取谨慎态度。现在波音公司的工厂主要都在美国本土，集中在华盛顿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两地。它的供应商虽然遍布全球，也包括印度的300多家公司，但核心供应链仍然在美国本土。波音公司当前的现状确实也不能够支持大规模的投资，它还没有完全走出737 MAX 的阴影，737 MAX 7和 MAX 10还没有取证，777-8和777-9也一直在延迟交付。它还在继续执行裁员和财务紧缩政策，目前还没有看到在与空客的竞争中形势好转的迹象。波音公司的这位官员还解释说，组装厂的利润不及整体的 10%， 其实意义并不大。商用飞机的组装需要供应链上的诸多上游产业同时发力，涉及面非常广。如果不能长期高速维持生产和交付，风险会比较高。与商用飞机相比，军用飞机要更灵活一些。波音公司2018年已经在印度设立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生产线，在那里生产机身，并向印度军方供货。与中大型干线喷气客机相比，涡桨支线飞机也更灵活一些。2024年，空客公司在印度开始组装生产 C295 运输机，这种飞机也可被作为60座民航支线客机使用，在全球多国都拥有客户。而这一投资决定，据称仅仅因为印度军方几十架的订单需求。很多的消息都表明，印度可能会将 C295 变身为支线客机。如果波音和空客都不在印度设干线客机生产线的话，印度国产飞机的荣耀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需要由 C295 来支撑了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